好的啊，那么我们这节课的话来讲一下钢笔工具啊。那钢笔工具的话是我们 PS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但是这个工具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钢笔不一样，它不是用来写字的，它是干嘛的呢？它是用来绘制这个形状或者说路径的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做选区啊。咱们前面讲过啊，咱们选区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去做的精确，对吧？精确的选区呢，它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那钢笔工具呢，它就能够做得非常精确，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啊。好，首先我们呢来看一下钢笔的一些最基本的操作。首先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个钢笔工具啊，快捷键是 P， 因为它的英文叫做 pen 嘛，所以说它首字母呢是 P。好，那我们选中它之后呢，这里怎么去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第一种呢，这个工具它就是用来干嘛？它就是用来画路径的啊。先是画路径，什么叫路径，对吧？你看这种呢，它就叫路径，这种蓝色的线条，看到没有？它就叫路径啊。那这个钢笔工具呢，它有两种绘制方式。第一种呢是画成这样的直线，这种直线的画法非常简单，就是直接点击，你去点击的任何一个点，对吧？两点决定一条线段，然后呢，所有的线段连接起来，它就能够构成一个闭合的路径啊。那有同学他在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对吧？啊，有同学就会说啊，老师啊，如果说都是直线的话，对不对？那和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多边形套组工具它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你看，它也是一个直线，它感觉还更方便一点，对不对？啊，其实不是的啊，它除了能够做这个直线，它还能干嘛？它还能做曲线。比如说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有弯曲的或者扭曲的一个图形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做呢？那就需要用到我们钢笔工具的一个变弯曲的功能了，对吧？你看，那这是怎么做的呢？对吧？你看是不是就变弯曲了呀？好，那这个弯曲它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在选中一个地方的时候，选中它的这个拐角的地方，或者说它的这个边缘的地方，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点我们把它叫做锚点啊，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的点、基点都可以。好，点完这个点之后，然后呢，我们再点下一个这样的拐角的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点到它，鼠标左键不要松啊，然后呢往右边拖动啊，拖动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拖的东倒西歪的，对吧？那么呢，我们可以按住 Shift 键，它就是水平的拖动。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图形，它是不是就能够拖的比较的这个水平了呀？啊，然后呢，我们这里可以按住空格键调整我们这个锚点它的一个位置啊，对吧？并不是我这个锚点点了之后我就不能移动了，在我鼠标左键没松的情况下面，我按住空格键是可以移动它的啊，好吧？你看，那我可以调整它的位置，对吧？好 ，OK。啊，这个东西它不圆呐，它是个它不是很圆啊，所以说它有地方没抠得很好，对吧？那你看这样我是不是就拉出了一个弯曲的形状？然后呢，我同样的我在这里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方式去给它拉出这样的一个弯的弧度呀，对吧？非常的简单吧？这个呢就是我们钢笔工具的两种最基本的画法。第一种呢是画直线，直接点击；第二种画曲线。直线你按住 Shift 键的话，可以画的水平或者说垂直，或者说45度角的样子啊，45度，你看45度，对吧？是吧？好吧，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钢笔工具啊。好。然后怎么把它变成选区呢？也是非常简单啊，直接按住这个 Ctrl 键加上回车键 ，Ctrl 加回车就能够把它变成选区了。Ctrl 加回车，对吧？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个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添加和减少锚点啊。什么叫添加和减少锚点呢？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随便画了一个矩形，对吧？那我们想让在它上面去添加锚点，哎，这个锚点有什么用，对吧？我们选中它之后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位置，你看，控制它的位置，甚至说它这里呢还有这个弯曲的这个程度。你的锚点越多啊，你能够变换的效果也会越多。当然呢，它最终的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的问题也比较多，因为你锚点太多，可能就不够平滑、不够圆滑了，能理解吗？对吧？那么添加锚点怎么添加？直接在这个路径上面去点击，看到没有呢？直接在路径上面去点击这个锚点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路径消失了，对吧？我没有选中这个路径，那我去点，你看你点是没用的啊，你点的话是额外新建的一个这个锚点，那么我怎么去选中它呢？对吧？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路径选择工具，对吧？选择它，再选择钢笔，或者说直接选择这个直接选择工具，选择这个路径，我再用钢笔，
对吧？但是这样会稍微麻烦一点啊，显得你非常的这个初级，对吧？你就不是老手了。像我们这种老手怎么选呢？选中钢笔之后啊，你看直接按住 Ctrl 键，对吧 ？Ctrl 键是不是调出了这个直接选择工具？我点一下，哎，你看是不是这个路径它就出来了呀？它这个锚点显示也出来了呀。然后我点一下添加锚点，对吧？非常的简单吧？然后呢，我不想让这个锚点了，我删除锚点，是不是也可以呢？好，删除啊，哎，没选中，对吧？你看非常方便吧？这就是我们去添加锚点和删除锚点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删成这鬼样子啊，好，回撤，给我删掉啊，好吧？这个学会了没啊？学会了没？好，那这个锚点我们学完之后，然后呢，我们再想一下怎么去控制它。控制它还记得吗？咱们前面讲路径的时候讲过，这个路径选择工具它是控制整个的路径，对吧？然后呢，直接选择工具是控制什么？控制单个的锚点，或者说可以控制单个的这个路径，或者说可以控制多个的路径和锚点，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是不是还是同样的方法？我按住 Ctrl 键，选中锚点，或者说选中这个路径，或者说选中多个的这个锚点和路径，对吧？所以说这里呢非常简单的一招，直接按住什么？按住 Ctrl 键加鼠标的左键去点击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锚点，它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实用。好，这是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对于锚点的一个控制啊，增加、减少以及移动它怎样方便快捷。好，然后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柄的控制啊。什么叫做手柄的控制呢？因为像我们刚刚的话，直接拉出这样的一个曲线，对吧？它这里呢多出了什么？多出了这样的一个手柄，对不对？那这样手柄我要怎么去控制它比较好呢？对吧？那怎么去控制它？难道说我要去选择这个转换点工具，我一个一个去调整它，一个一个去控制它吗？那感觉有点麻烦。它有没有快捷键啊？它当然是有的，对不对？这个快捷键呢就是 Alt 键啊，这个快捷键呢就是咱们的 Alt 键。它这里 Alt 键呢一共有3种的形式啊，3种形式，我们每个呢都跟大家去讲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换一个场景吧。换一个这个啊，这个呢我就随便去调啊，因为它这个不是很圆啊，不是很圆，所以说可能到时候抠的也不是很合适。好，我们呢随便点一下，比如说这里点一下，对吧？这里点一下，这里点一下，好，这里点一下，对吧？那好，合并了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它是个闭合路径，对吧？而且这个图形它是一个对称图形，对吧？那我如果说想让它这个线啊比着对称，那我要怎么办啊？那我要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就要去调整它这个弯曲程度呢？这个时候我按住 Alt 键，看到没有？按住 Alt 键，把光标放在这个锚点上面，它会出现这个转换点工具的一个图标，对不对？临时调出来这个工具啊，然后呢，我点击它，你看，点击它，这里要注意一个点，如果说一开始它是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手柄的，我按住 Alt 键点一下，单击点一下，它就能够把这两个手柄去给它删除掉啊。这个呢是删除这个手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对吧？你看，好，在这个位置我去给它拉，上面的我们已经调好它这个锚点了，对吧？但是下面我想让它顺着这个路径，顺着这个线这个路走，但是呢我们这个路径啊它又有问题，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弧度。那我点到这里的话，感觉这个路径就乱了呀，怎么办？那我们应该干嘛？应该把这个转换点工具给它删掉啊。怎么删呢？也是按住 Alt 键点一下，你看。是不是就删出来啊？它就能够把后面这个锚点删掉，让它没有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再去添加一个，对吧？对于下面的，我再按 Alt 键点一下，对吧？你看，同样的方法，继续往后面走，是不是？对吧？那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不是也这个转换点，是不是也应该手柄也要删掉 ？Alt 键点一下，对吧？你看，是不是非常简单？所以说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转换点工具啊，它的一个用法啊。Alt 键在闭合路径情况下面和这个开合路径下面怎么去调整咱们这个手柄，对吧？咱们这样的一个闭合路径，对吧？你看这样按照Alt键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好，然后有同学问啊，老师啊，为什么我的这个钢笔工具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预览的线条啊，对不对？那你要点这里啊，点这个地方，它就会出现一个橡皮带啊，看到没有？那点这个地方啊，它会出现一个橡皮带，我们呢就能够预览。你如果说不勾选的话，它就是没有的，看到没有？那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你勾选它就会把这个橡皮带给你去显示。你也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粗细啊，调整它的一个粗细，
那什么时候调粗，什么时候调细呢？如果说你想让你这个图形非常的精确，你可以调的细一点，你看它就不会影响到你去观察图形了，看到没有？只不过有时候呢，可能你看不到它这个线条啊。好，然后我们接着再来讲一下，第二个就是 Alt 键怎么去控制这个手柄啊。好，我们呢这里随便画一个，好，比如说这里，对吧？那这个时候，它这个手柄啊，我要怎么去控制两个手柄呢？对不对？咱们前面啊讲过了一个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路径可以给它放粗一点啊，方便大家观察。就是我们这个手柄啊，你可以控制单个，对不对？我们按住 Alt 键啊，对吧？我们可以去控制单个，但是怎么控制两个呢？好，这个时候注意，我按住 Alt 键点一下，哎，它是不是消失了呀？好，然后呢，我再拖动它，哎，看到没有？这两个手柄我就能够同时的控制了，能理解吗？是不是？按住 Shift 键，它们就能够水平的，按住 Shift 键就能水平拖动，再按住空格键，哎，它就能够移动了，对吧？但是呢，注意啊，它只能够在这个你按住 Shift 键的时候，它就会移动的比较规范，能理解吗？水平或者垂直方向。你松掉 Shift 键的时候，我们按住 Alt 加空格键，它就能够移动位置了啊。可能有同学听懵了啊。好，确实因为这个工具比较的对新手同学来说不是很友好哈。那怎么说呢？就是我按住 Alt 键，我可以同时调出两个手柄，对吧？然后呢，我再按住空格键，我就能够移动我这个锚点了。那你看，好，这里啊，注意，你看我在调整它吧。我这个时候我只按住了 Alt 键啊，我再按住空格键，我是不是就能够拖动它了呀？能理解吧？这样应该清楚了啊。好，这是同时控制两个手柄。那有时候我要什么呢？我要只控制单个的手柄怎么办呢？对吧？按住Alt键拖出来，你看，我要只控制这边的手柄怎么办？对吧？好，这个时候呢，按住一个键，按住 Alt 键拖动就可以了。那是不是？按住 Alt 键选中这个手柄的一端啊，我就能够控制它单个的，看到没有？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吧？非常的顺滑吧，对吧？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手柄啊。然后记不住的同学呢，咱们在这里回顾一下啊。Alt 键加拖动，同时控制两个手柄啊。Alt 键加一端点，就是选择单个的手柄去控制它，好吧？然后第三个就是Ctrl 键控制手柄。那么 Command 键它怎么去控制手柄呢？好，我们呢这时候第一种就是它是平滑锚点的时候。什么叫平滑锚点？就是这两个啊，它们是对称的啊，这两个手柄它是对称的，这种呢我们把它叫做平滑锚点。平滑锚点的话，我们按住 Ctrl 键选择它，同时能够控制两个。但是呢，同时控制两个是方向上面，看到没有？那它们在一条线上，但是它的长度你可以单独的只控制一个，那能理解吗？长度我们可以只单独控制一个，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一个直接塞在里面去都可以。然后呢，能理解吗 ？OK， 这是我按住 Ctrl 键啊。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尖角锚点的时候，它怎么去做？好，我们呢先把这个弄出来。什么叫尖角锚点？就是它们两个不是平滑锚点，是像这样，对吧？那像这样已经被打乱的锚点，那我要怎么去控制它呢？就是按住 Ctrl 键，这样它们控制的什么？控制的就是单个了啊，控制是单个，和 Alt 键控制它目前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多多的去练习了啊，好吧，多去练习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钢笔工具的一些最常用的一个用法。然后呢，咱们这里面的一个橡皮带也已经讲过了啊。好，然后我们呢接着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形状和路径这个模式啊，包括像这里呢还有一个加选、减选、交叉选取，那这几个怎么去做呢？对不对？其实非常简单啊。那比如说啊，咱们在这里面的话已经画好了这个路径了，对不对？对吧？画好这个路径，这时候呢我已经把这个选区给它点出来了。那我想加选怎么办啊？我如果说直接去这样，然后呢可能加回车，那你看选区是不是没有了呀？对吧？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简单，我只需要干嘛？按住 Shift 键啊，加Ctrl加回车，看到没有？这是加选了，对吧？注意看啊，先按住 Shift 键，再按Ctrl加回车，你看是不是加选了呀？那我同样的，我要减选，是不是按住 Alt 键加Ctrl加回车，是不是减选了呀？对吧？那么我要交叉选取呢？好，先画好路径，然后呢，按住 Alt 加 Shift 键，再按Ctrl加回车，
难，是不是？好，那我们这里呢来梳理一下这个快捷键啊。好，首先第一个加选，按住 Shift 键，然后再按 Ctrl 加回车啊，就是我们先把路径画好，然后呢简选是按住 Alt 键，再按 Ctrl 加回车，对吧？好，交流选取 Alt 加 Shift 或者说 Shift 加 Alt， 顺序没关系啊，再按 Ctrl 加回车，能理解吧？好，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加选、简选以及交叉选取的一个方式。那在我们用这个钢笔工具的时候啊，画的是路径，但是呢，你点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呢，它会有什么？它会有形状啊。好，它会有一个形状，看到没有？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画出来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路径了，而是什么呢？而是图形。你看，对吧？包括像它这里呢，有填充，有描边啊，都是有的。你看，对吧？我们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描边的一个调整，对吧？你看。啊，都是可以去进行调整的啊。好，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 ？OK， 那这个时候这个形状我一般是用在什么情况下面呢？对吧？一般呢我们可以去用在精修，比如说产品精修啊，我们要通过手绘啊，就是我们用这个鼠标去绘制一个图形。那么经常呢我们就会用到钢笔工具里面的这个形状功能，我们要自去画各种各样的一个造型，能理解吗？对吧？包括像高光。对吧？包括像它的这个每一个组织部分，我们都是呢用这个形状去给它绘制出来的。好，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呢都是用的这个路径功能啊，都是用的这个路径功能，好吧？好，然后呢，这里我们其他的功能就不多了啊，像这个路径查找，这里呢我们会在后面去讲啊，这里呢不着急。好，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小的作业，就是呢咱们要把什么做好？把这个两个作业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给它抠图抠出来啊，第一个抠图，把这个每一个部分抠出来啊，用钢笔工具，因为它每一个部分呢都是可以用钢笔工具抠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钢笔工具画图形，看到没有？那选择这个形状，对吧？画它一个圆形，比如说我这里呢随便画一个简单的圆形啊。好，我先简单的画一下。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圆形？然后呢我们去通过改变它的一个颜色，你看对吧？好，你看是不是这个颜色我们就给它改好了呀，对吧？是不是？那这里啊我们呢再给它改一下啊。好，点一下，你看是不是它的颜色就改了呀？对吧？当然我们呢这里你是要去，你不能像我这样做啊，我只是简单的演翻一下，因为做的太详细，可能呢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这里呢大概是演一下，你要做的圆一点啊，不能像我这样潦草啊，因为我可以教你们，但是呢你们可能基础还不够，就需要多去练习一下，好吧？好，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小作业。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后面的两个功能啊，第一个是自由钢笔工具啊。什么叫自由钢笔工具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钢笔工具下面有个自由钢笔工具，那其实呢它就非常的灵活了。这个工具啊，它就是对吧？那天马行空的画，它就像什么？像这个透视工具一样，你可以随便的画，能理解吗？但是呢，它这边画出来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路径了啊。这个路径呢，这好，我们来选错了啊，选择这个自由钢笔工具，它画出来的话是什么？画出来的话是路径啊，这个路径呢随便你造，对吧？随便你造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形状，对吧？那你既可以选择形状，也可以选择这个路径。选择路径就Ctrl加回车，它会变成形状，好吧？好，然后这里的话，它还有一个磁性啊。什么叫磁性？应该有印象吧？这个磁性套索工具，就是说它这个工具啊，它会自动的去吸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对吧？你点一下，你看。没有勾选这个磁性啊，你看勾选之后它会自动的吸附，看到没有？对吧？它会自动的吸附到这个边缘上面去，但是它吸附的同样不是很精确的，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潦草，非常的粗糙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比较鸡肋的一个功能。好，可能叫回车，好，可能叫回车啊。好，然后下面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叫做这个弯度钢笔工具。那这个弯度钢笔工具是干嘛？那很多同学在这个用钢笔工具的时候用的很不好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它这个曲线绘制上面用的非常的不好，对吧？曲线上面用的非常不好。那钢笔工具里面呢，它就有一个弯度钢笔工具，就是干嘛？就是帮助你去做弯度的
对吧？它这个弯度做出来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平滑。你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点一个点，再点一个点，3点它就会确定一个弧度。那你看，对吧？好，然后呢，再是一个弧度。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这个工具啊，也不是很好用啊，也不是很好用，因为你会用的钢笔工具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用这个了呀，因为它没有我们控制的那么灵活啊，控制的那么的一个自然，能理解吗？啊，对了，这里呢还有一个填充颜色，填充颜色应该不用讲了啊，不用讲了，对吧？这个形状里面呢，这里就是有的填充啊，填充和描边，对吧？填充和描边，包括像它这个描边的一个样式的选择啊，咱们呢都是可以去调整的，好吧？好，所以说啊，这里呢重要的一个点，最重要的就是钢笔工具的一个学习，以及呢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上面的这些内容是最重要的啊。如果说还记不住的同学怎么办？再去看一遍啊，自己最好是动手去操作一下，去感受一下，对吧？你把这几个最关键的一个点掌握会了，那么以后你碰到的任何的一个图形，那么呢你应该都是会好好抠图的。而且在这里的话，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学好这个钢笔工具，其实有一个网站啊，那个网站我忘记是什么了，到时候呢我再告诉你们啊。那么你就是干嘛呢？去抠图啊。像我当初去学这个钢笔工具的时候，我基本上呢，我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每天啊，或者说每周啊，我抠多少张图。一般情况下，我每天可能要抠50张图啊，抠5张图。当然这个图呢不会特别的复杂，基本上就像这个样子啊，基本上呢就像这样，抠50张，或者说稍微的再复杂一点点。那你练着之后啊，那你基本上呢这个钢笔工具就会用得得心应手了，能理解吗？好吧。好 ，OK 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钢笔工具的一个学习啊。那么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说想要咱们这个资料的同学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找我的，好吧？这个工具重在练习，练习好的话非常好用啊，好吧？那么本节课呢就到这里结束，咱们下节课再见。